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。现在已经5月了，对，然后我刚好是从去年的5月开始踏入重训这个领域，变成健人。对，健身的人都叫自己健人，自称健人，所以我应该算是菜鸟健人，已经当了1年。想说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1年以来的一些心得感想。那第一点，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已经不再那么在意我的体重了。就应该很多人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可能就是量体重。然后我也听到很多我身边的人可能就说，我今天早上量比昨天重了1公斤，晚上要量要比昨天少了1公斤，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，就是我听来都已经会觉得没有感觉了，因为其实体重的东西是非常浮动的，然后其实一个体重它也不能代表什么，一样是50公斤的人，他可能看起来非常瘦，都是肌肉，但是也有可能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像泡芙臃肿这样子。所以其实体重这个东西真的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代表性，它可以当做是你不同时期的一个相对值，但它绝对不是你当下这个 moment 的绝对值。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懂我在讲什么。反正比起体重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更 focus 在镜子中的自己，就是你看起来现在的身形体态是怎么样子。其实这个远比你的体重来的重要许多。那如果真的要看的话，我现在看重体脂率还有肌肉量的比例会比体重来的更重要，因为我觉得体重的增加它可能是来自你的脂肪，也可能来自你的肌肉。但如果你的体脂率增加的话，说明就是你的脂肪增加，那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总之呢，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不用去纠结于体重机上那0点几公斤的浮动，因为包含你的饮食或是你的水肿程度都有可能会影响。那并不是说你今天胖了那0.5公斤，你看起来整个人就是肿的变成跟一头猪一样，就是不会嘛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在意那个数字上，就是忠于镜子里面的自己比较重要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吃的健康不等于难吃。其实健康的食物有非常非常多种，然后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烹调方式。然后我自己有追踪一个就是健身网红，他叫 May， 然后他在 IG 上有分享很多健康的食谱，然后这个 hashtag 叫做 MayFitBall， 我会把它放在这，你们可以直接上去看，你们看了就会觉得食欲大振，然后会觉得其实吃的健康也是可以吃的非常好吃，然后非常有饱足感。那我自己是非常不推荐节食这种减肥方式，因为我觉得它既不健康，然后又不长久。你即便就是短短这几个月瘦了很多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有可能一辈子都吃这么少吗？应该不太可能吧。而且你吃的不健康的话，其实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，包含你的皮肤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会非常的虚弱，没有朝气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方式。那如果你是有训练上的需要的话，我觉得间歇饮食跟生酮饮食都是大家可以参考的。生酮我自己是还没有碰过，但是间歇我之前有尝试过，我觉得算是还蛮有效。你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把自己吃饱，然后剩下时间就是不进食这样。那详细的资讯呢，大家可以在上网查，这边就不多讲，因为讲的话可能又要就是很长一部影片来解释。第3个呢，就是习惯成自然，像是习惯多喝水，习惯不喝有糖饮料，习惯多去运动，习惯吃的健康，习惯这种健康生活都是。就你不要让它变成是一种好像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像一个魔鬼营一样。就是你慢慢去习惯它，让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，就是会变成自然而然的去做到这件事情。像我现在基本上喝到有糖的饮料，我喉咙会不舒服，就是我身体已经习惯这样子了。但如果是吃的部分，可能会有人觉得说你要从外面餐厅那么多不同的味道，然后突然回到很清淡的饮食，你会不习惯。那当然可能需要一个过渡期，但其实我觉得清淡的饮食不代表它没有味道，它也是有非常多就是调味料啊什么可以让你去选择，只是说它不会像外面用的那么油或是那么重口味。而且我觉得吃久这种比较健康的食物，你也比较可以去感受到食物它原本的味道。这种东西真的是你一开始当然要先稍微强迫自己养成习惯，要先用一点意志力去克制自己，但久了之后它就真的变成你生活的一个部分，你不用再刻意的想要去怎么样，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了。第4个呢，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，还有适合自己的模式。不一定是流行什么就一定要做什么，也不是别人说什么好你就要去做什么。像我自己是很喜欢重训，那我就是 focus 在重训。那有些人他可能是喜欢爬山啊，可能是喜欢晨泳啊，就都可以。我觉得你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自己喜欢的方式，然后你去做，让它变成你的运动习惯，这样就好了。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好。然后自己适合自己的模式，也就是说你可能习惯早上运动，或是下班后去运动，或是周末运动之类的这种，就不一定别人说晚上运动不好，你就不要晚上去。就是我觉得你只要找到自己
适合的 tempo 舒服的方式就可以了。第5个呢是耐心等待成果，不要追求短期的效果。因为你们想一下，你们身上的这些肥肉脂肪是花了多少年才累积下来的？你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把它甩掉呢？如果你是很短期的，就是瘦身的话，其实它很容易反弹，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子去节食啊，或是疯狂的极限运动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慢慢来，然后给他一点时间。像我教练就一直跟我讲说，运动，他是说重训啊，重训是一个不会欺骗你的事情，你付出多少，他就给你多少回报，所以就是你要给他一点时间。最后一点呢，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运动放弃生活。对，就是不要说你为了要运动，为了要减肥，然后都不跟朋友去吃饭啊、见面，或者说不让自己去吃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不让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就是一心一意的只想运动、减肥、瘦身什么的。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不持久，就这不是长久之道了。就你要让它，就像我前面几天讲的，其实都是这个，你要让它融合在你的生活里面，让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。然后像我的教练也跟我讲，就我们会开玩笑，就是有时候要出去喝酒啊什么的，就问他说，这样要去吗？因为酒的热量很高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他就说不要为了训练放弃生活，所以我就去了。那我也不会因为就是喝了这一次酒我就胖了10公斤啊什么的，主要就是要一个 balance 啊，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，然后在一个控制范围内可以去做一些放松。对，好，那以上大概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这1年多以来运动的一些心得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补充，或是有什么我讲错地方想要纠正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。那平常我的 Instagram 呢也会分享很多我去运动的一些片段或是资讯吗？对，反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点个 like， 还没订阅我频道可以上面的订阅，然后要开启小铃铛，接受影片的通知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